的首例确诊个案，目前这名女台商在经过隔离之后已经退烧了，只是走路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微喘。跟她同机的46名接触者，只有1个人有轻微咳嗽，其他人都没有异状。随着通报机制放宽，疾管署统计，昨天一共新增了13名疑似病例，除了确诊流感的患者之外，其中有8人检出阴性，需要等待2检，另外2人则是还在等待第1次的检验结果。在大陆工作的女台商确诊感染2019新型冠状病毒，成为全台首例个案。20号入境时直接从机场被隔离送医，目前已经退烧，呼吸恢复正常，只是走路时还会有点微喘，需要再追踪胸部 X 光。而跟这名台商同机的46名接触者，只有1个人有轻微咳嗽，其他人没有异状，得自主管理14天。症状缓解之后，经2次的采检都是阴性才可以解除隔离。因为通报条件放宽，疾管署统计，光是在21号1天之内就暴增13名疑似案例，年纪最小的只有1岁。扣掉检出流感以及检出阴性的民众，目前还有2例等待检验中。而在疑似案例中的其中1名是39岁的中国籍游客，原本跟团员来台环岛，却在花莲玩时发烧，目前也在负压隔离病房治疗当中。观光局他已经有掌握了那也就是说他们会通知旅行社跟导游，还有带团人员，每天会量测这个体温跟注意健康状况回报。要是民众在中国出现发烧症状，疾管署建议直接在当地就医。但要是从湖北武汉搭机回台，发现有发烧、呼吸道症状，或者是从中国其他省市返台却感染肺炎，第一时间就要拨打疾管署1922专线，戴口罩到特定的医院就医。疾管署提醒，要是没有据实通报，最重将处以15万元罚锾。启动防疫通报机制，全力防堵疫情进入社区。记者李宏明报道。